按照其目前受资本欢迎的程度来看，在全国推广无人驾驶出租车几乎是定局。常务论金，侃大家好，我是葛龙。今天我们聚焦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人类究竟该怎样在人群的福祉和科技进步之间取得平衡？当今最大的科技进步当然是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无数人在为 AI 的超强魔力而惊叹的同时，也强烈感受到了来自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威胁。7月10号，某知名自动驾驶在武汉抢滩登陆，目前已经有500多辆自动驾驶出租车在运行，到年底将增加到1000辆。武汉突然成了全球无人出租车的第一大城，10公里3.9块的价格，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甚至连传统出租车起步价的一半可能都不到，自然就对传统出租车、网约车行业形成了直接的碾压式的降维打击。但意外的是，这一次大家关注的焦点并不是自动驾驶技术有多么的牛，登上热搜的是什么呢？是4.76万武汉司机集体请愿，恳求保住自己的饭碗。武汉的现状只是前兆啊，在我们国家，自动驾驶技术的测试和应用正在遍地开花。北京、上海、武汉、杭州、深圳等多个城市向多家企业发放了无人车资质，已经有51个城市出台了自动驾驶试点示范政策。中国很多城市都将无人驾驶试验区作为衡量这个城市科技含量的指标。按照其目前受资本欢迎的程度来看，在全国推广无人驾驶出租车几乎是定局。那届时全国将会有多少世界的饭碗受到威胁呢？答案是近1000万。截止于2024年4月30号，全国349家网约车平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证696.4万本。这个数据从2020年以来节节攀升。当2023年这一年，中国新增网约车司机就高达148.2万人。然后再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我国出租车数量大概是139.13万辆。按照每辆车配备2名司机来计算，全国大概就有280万出租车司机，这两者加起来就是1000万，这背后就是1000万个家庭的生计，这还没有计算那些为司机服务的餐饮、修车、运管人员的数量。那么，出租和网约车司机们能否去和这些无人驾驶的这些车公平竞争呢？可以是可以的，但司机们没有任何胜算，没有人可以卷得过机器。有数据显示，登陆武汉的那一家无人车，1个月的单量高达300万单，平均下来每辆车每天能够跑100单出来，还24个小时无休。而普通人跑网约车，一天能接50单都算超高产了，更何况无人出租车背后的资本，为了占领市场和挤走竞争者，大概率会采用短期根本不考虑盈利，而是烧钱打价格战的资本恐吓策略。资本所过之处，寸草不生。他们玩这一套已经玩得无比娴熟，个体小作坊式的出租车司机根本不可能扛得住这种资本的挤压。更何况这个领域本来就卷得不成样了，网约车、出租车、送外卖、送快递这3个领域，因为进入门槛很低，容纳了大量的新的就业者和失业者，既是许多失业者最后的兜底，同时也竞争激烈，是如假包换的苦活累活，因此也被人称为铁人三项。因为大量失业者变身网约车司机涌入，他们每天赚的钱本来就在不断的下滑。以这2天刚刚公布的官方数据啊，广州为例，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不到半年，网约车日订单的订单量从14.21单下降到了12.22单，日均营收也从343.34块钱降到了311块6毛3。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即使正月不休息，在不扣除用车成本、加油费等等这些情况下的月毛收入也不会超过1万块钱。而很多城市网约车司机的实际收入会比这个测算数据来得更低。大部分出租车司机都是挣扎求生的人，他们不求大富大贵，只求一个破碗、1日3餐，养家糊口。多少人白天黑夜、风里雨里，只为撑住背后的一个家。而无人驾驶出租车的碾压式降维打击，让他们手里的那个破饭碗也有不保之虞。所以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思考以下这几个问题：第一，无人驾驶究竟应该在多大力度上，以多快的速度
去推行。第二，我们该如何平衡科技进步和全人群整体福祉之间的关系？以及第三，那些一门心思只盯着生意和快速赚钱的冰冷的资本，是不是也要让自己多多少少有些最起码的温度？当然，会有人站着不腰疼，会说技术进步哪能没有一点代价呢？新技术消灭部分行业的同时，也会催生新行业啊，司机们可以转行嘛。说的轻巧，先不说新岗位有没有，是什么？很多司机开了大半辈子的车，根本没有别的技能，能去干嘛？更关键的是，正如你没有想到司机这么快就被淘汰一样，其他行业的从业者被取代的速度也必然会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今天能取代司机，明天就会取代快递、外卖小哥，后天就一定也能取代保安、保洁、建筑工人、售货员、摄影师，来自马龙。当绝大多数人的就业被剥夺，会造成什么后果？更何况，我们不能用过于乐观的态度和工业时代的那些经验来看现在 AI 有可能会创造多少岗位。正如人工智能这个名字啊，它的内涵一样的。AI 革命的特征是，它不是像前3次人类科技革命一样去给人类纯粹的赋能。AI 之所以会出现产生，它唯一的目的就是替代，用人工智能替代人，不仅替代劳动，还包括服务，不仅替代劳动密集型，也替代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AI 创造的几乎所有的新的岗位和应用，都是以智能机器自己去完成，而不是用人去完成。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AI 带来的极大可能不是什么相对失业，而是从低端到高端的大面积的绝对失业。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让一个已经有了一定的年龄、学习能力有限、生活压力山大的出租车司机，如何去完成自己的知识迭代与更新，最后顺利的转行到一个新的行业里面去呢？把无人驾驶这种替代型新技术投入市场前，是否应该先给大家这条后路呢？否则直接大规模落地，汽车销量是拉起来了，资本代表的生意是扩展了，成本是降低了，但劳动密集型的就业岗位也被成批的消灭了。拆东墙补西墙，那被破坏的那面墙怎么办？当历史的车轮碾过，你如果是坐在车上的那一个，很好，恭喜你。但是如果你不是呢？最关键的是，就算对志得意满的资本而言，这种纯替代的商业模式也只会给他们带来短暂的美好时期，时间久了也一定会遭到反噬的。逻辑很简单，去人化的 AI 固然能够取代绝大多数人，替资本节省大量的成本，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购买力。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工业化时代里面啊，有个经济学公式是永恒不变的：商品的价值等于人力成本加物料成本加资本利润，其中人力成本就是雇佣者发给劳动者的工资，劳动者通过劳动换取收入，然后用收入去购买商品，在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同时呢，也为企业产生利润。有了利润，资本才能够继续扩大生产。现在你用 AI 替代劳动力，这个循环它就断掉了。资本的利润虽然会因此大幅的提高，但是无产者也没有任何可供出卖的东西了，也不会有钱去购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社会必然崩塌。所以，我们再回到前面格隆提的那几个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平衡科技进步和全人群的整体福祉之间的关系，以及那些一门心思只盯着生意和快速赚钱的冰冷的资本，是不是也要让自己有些最起码的温度？比如，我们可不可以对那些赋能型的 AI 应用大力推广，但对那些纯粹替代性的 AI 落地应用，尤其是那些在劳动密集型民生领域形成大规模劳动力替代的应用，我们的推进是不是要慎之又慎，慢一点，再慢一点？这就类似于大洋彼岸的美利国，他们虽然有21个州制定了允许部署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但是法规多数都是限制 L4级别的无人驾驶汽车只能在地理围栏，这是他们一个专有名词里面啊，在地理围栏的限定区域行驶。再比如，为了应对 AI 必然大规模替代，我们是否在劳动力的培训、为底层普通人兜底的社会福利等方面做一些提前的安排和布局？再比如，对那些横冲直撞、到处攻城略地的冰冷的资本，我们能否有一个窗口指引，明确地告诉他们哪一些方向是鼓励资本去做投入的，而哪些方向就算能赚钱，也建议他们悠着点。毕竟我们不是为了科技而科技，为了财富而财富，为了资本而资本。人类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让人类这个整体活得更富足、更有尊严。我们不应该落下任何一个人，无论你是炙手可热的芯片工程师，还是一个忐忑卑微的出租车司机。最后一段话，格隆是专门说给资本听的：
不要作恶。福利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它是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固有的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个就是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而 AI 就是新时代的资源。很明显，这个资源现在主要掌握在资本手上，而且自动驾驶出租车是在让资本的境况变好的同时，让另外一大批人的境况在无可置疑的变化。资本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啊，并无善恶之分，但是资本的行为有善恶之分。如果你做的 AI 应用是赋能型的，是帮助普通人的日子越来越好，我会给你竖大拇指。如果你是做民生领域的密集劳动力替代型的应用，这是和农民争锄头，是如假包换的作恶，我鄙视你。至于对所有当下环境里面的普通人，格隆就送2句话，7个字的祝福：养活自己，不作恶。知勉并不勉，我是格隆，关注我，做个清醒的人。虽然有时候太清醒了也会伴随很多苦恼，但是我现在保证稀里糊涂的代价一定会更大。